我们继续讲麦克斯班尼特的《智能简史》这本书，接着说大脑演化史上的第3次突破，也就是哺乳动物长出了新皮层，获得了想象力。这是大脑结构上一个微小的改变，你从远处旁观会发现，似乎动物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哺乳动物还是打不过恐龙，但是在细微之处，新皮层却是带来了极为惊人的新能力。我读书读到这里，真是为大自然的造化那个神机妙算而击节赞叹。这一讲咱们说说新皮层给哺乳动物带来的几个新能力。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有个统一的原理，那就是用模型思考。新皮层的功能千变万化，但是归根结底就是2件事。第一是根据输入的讯息生成一个可理解的模型，第二是用这个模型生成对世界的预测。咱们先看个直观的例子，文稿里有一张图，只有黑和白2种颜色，你能不能看出来图里画的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自己是真没看出来。这就是无感，是只有输入信息而没有形成模型。那么面对这张图，我们的大脑就表示不理解，没办法处理，也记不住，也不知道这个图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而一旦形成模型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张图画的是一只青蛙。如果你还没看出来，可以去文稿末尾找答案，你会恍然大悟。然后下一次再看到这个黑白图，你立即就能注意到那只青蛙，你对它的眼光从此就不同了。你甚至可以对这张图说各种话，这就是有模型的好处。而模型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识别，更是模拟。那些没有新皮层的脊椎动物，比如鱼类，只要图像清晰，它也能识别出来一个物体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你把一个捕食者换个角度给他看，他还是能一眼就看出来，这确实很了不起。但是鱼却不能在大脑中模拟这个物体，它无法想象，比如说自己出现在这个物体下方是个什么情形，它无法设想自己躲在捕食者视野的盲区那样的战术。而我们可以，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，不但能识别出来这是椅子，而且还可以在头脑里对这个椅子进行旋转，改变它的颜色和材质，调整它的高度和宽度。我们还能想象6把这样的椅子摆在自家客厅的情形。我们可以对椅子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预测，然后做出选择。有模型和没有模型是非常不一样的智能。没有模型的脊椎动物最高级的技能也只是通过强化学习得来的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冲动之下的选择。而有模型的哺乳动物却可以谋定而后动。那咱们就来看看哺乳动物的几项新能力。第一个能力叫替代性试错，也就是先在头脑中的模型里想象一下每个方案都会得到什么结果，然后再采取行动，这也就是做计划的能力。我们前面讲了19世纪末哈佛大学的桑代克研究动物学习的故事，当时重点说的是小鸡和小鱼这些非哺乳动物，主打一个强化学习。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爱德华·托尔曼继续了桑代克的研究，这一次他主攻的是老鼠，这可是长着新皮层的哺乳动物。托尔曼有一个很新奇的发现，他发现老鼠走到迷宫的岔路口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停下来，左右摆头，来回张望那么几秒钟，然后再选择一个方向。这可不像强化学习，强化学习的试错都是横冲直撞，做了再说，都是一刻不停的到处找出口，他怎么还犹豫上了呢？托尔曼猜测老鼠是在想象眼前的每个路径意味着什么，这明显是比行动试错更高级的能力，他称之为替代性试错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，老鼠只有在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时候才会这样犹豫。比如你可以在迷宫中设置一些门，在门后边放上食物，每个门都会播放声音，然后训练老鼠根据这个声音提示去判断这个门还有多长时间会打开。如果提示音显示在几秒钟之后开门，老鼠就会在这儿等着。但如果提示音表示还要过半分钟才会开门，老鼠就会直接去下一个门。只有当提示音显示中等程度的延迟的情况下，老鼠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才会表现出犹豫。咱们借用修仙小说的语言，那就是老鼠开灵智了。图尔曼的这个猜测，直到2000年代才找到证据。当时有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，神经科学家观察发现，当老鼠在岔路口张望的时候，它大脑里的海马体编码的不是此刻所处的位置，而是未来可能的路径。
老鼠的确在规划未来的行动。老鼠已经能根据自己头脑中的地图去规划路线了，而鱼类和爬行动物还只能依靠多巴胺的指引。还有个实验更惊人，在一个迷宫里有2个地方放着食物，一处放的是老鼠喜欢的正常食物，另一处放的是一种特别咸的食物，老鼠很不喜欢。老鼠经过几次训练之后，每次走迷宫都会去有正常食物的地方，这没问题。但是如果研究者让老鼠处在一个严重缺盐的状态，再把它放进迷宫，它就会直奔那个特别咸的食物。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有多了不起。前面所有的强化学习都在训练老鼠去找正常的食物，那已经是它的本能。可是，一旦身体需要盐，老鼠立即就克服了以往的习惯，采取了没有经过强化的行动。模型思考能克制自动化本能。模型思维带来的第2个新能力是反事实学习，也就是如果我当初没做这个选择，我会得到什么？比如说有2条鱼本来在一起，去了2个不同方向捕猎，第一条鱼只捕获了1个猎物，回来一看，另一条鱼捕获了4个猎物。那你说第一条鱼会不会因为看到同伴的成绩这么好，而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，于是下次去另一条鱼选择的那个方向呢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强化学习只看自身的回报。可是老鼠会后悔。在迷宫实验中，如果老鼠错过了一个能立即吃到香蕉的地方，它就会回头去看那个地方，同时核磁共振显示，它的头脑里正在想象着吃香蕉。它想象了一个不同的世界，一个反事实的世界，而在那个世界里，它吃到了香蕉。如果环境有一定的稳定性，后悔真的很有用。后悔能让你学到教训，下次改进。反事实学习还能让我们找到因果关系。从纯逻辑的角度来说，因果关系不是一个科学概念，你做多少实验也不能证明是 X 导致了 Y。我们专栏以前讲朱迪亚·珀尔的《为什么因果关系的新科学》那本书的时候，还专门说过这个问题。因果关系没有科学定义，但是你可以给一个哲学定义，其中一种选择就是反事实的定义，也就是如果当初 X 没发生， Y 就不会发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 X 导致了 Y。如果不是闪电，森林就不会着火，所以是闪电导致了森林着火。你得会想象那个如果，才能掌握这个因果，而掌握因果对我们的生存很有帮助。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因果知识。模型思维带给哺乳动物的第3个新能力是情节记忆。你注意到了吗？有些得了失忆症的人不记得以前发生过的事，连亲人都不认识，可是却记得怎么说话，怎么打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记忆有2种，一种是程序记忆，也就是像说话打字还有体育活动那些，是一项技能，是长在头脑中的自动化的程序。另一种是情节记忆，也就是对具体事件的记忆。关键在于情节记忆本质上是生成出来的，它需要调用想象力。我们回忆过去的事和想象未来的事，使用的神经网络非常相似，其实都是在生成模型，进行预测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你还记得新冠疫情期间自己都做了什么吗？那些细节你感觉历历在目，但是就好像看那张黑白青蛙图一样，你做了大量的脑补，而脑补很容易出错。我们专栏多次讲过，人的记忆很不可靠。事实上，如果有人反复向你灌输一个什么事儿，你会相信那个事儿真的曾经在你身上发生过。我们其实分不太清哪些是想象，哪些是真的。回忆过去其实是一种生成性的重放，是新皮层的功夫。但是存储记忆不能只靠新皮层，因为你必须实时快速编码才行，这是海马体的本领。我们前面讲了，海马体本来是用来编码地理位置信息的，它能给大脑一张地图，那它怎么又跟情节记忆有关了呢？原来演化喜欢重复利用同一个东西。海马体能对地理信息编码，本质上是一种形成模式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正好可以用来给情节记忆编码。一个事件本质上也就是新皮层的不同区域想象的各种事情的综合体，是一种模式。海马体和新皮层配合，正好把事件映射到新皮层的区域中。你每次调用这个记忆的时候，是先找海马体的编码，然后再找新皮层中的想象。调用多次之后，新皮层自己就学会了，也就不需要通过海马体了，这就形成了长期记忆。
这就导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一个人的海马体被切除了，他还能调用以前旧的记忆，但是再也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了。总而言之，记忆需要想象力。最后，咱们再说说老鼠在迷宫岔路口的那个犹豫。先想象每条路走下去会发生什么，然后再做选择。这对 AI 来说就叫做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。我们前面讲过萨顿的那个时序差分学习，这种强化学习方法在很多小游戏上取得了成功。后来 AlphaZero 下围棋本质上也是这个方法，但是其中还有个关键的细节。强化学习靠的是多巴胺，是你感觉哪一步是好棋就走哪一步。但如果完全跟着感觉走，好像也不行，毕竟感觉没有那么准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不跟感觉走，那就得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计算一遍，那是爆炸式的算力，谁也算不起。AlphaZero 的办法是对感觉进行搜索，本质上这还是强化学习，需要随时问感觉，但是不只问一个感觉。当棋下到这个局面，系统就会问下一步最好的走法是什么呢？回答是 A 走法。但是系统不会立即就采用 A 走法，而是继续问，那你感觉第二好的走法是什么？回答是 B 走法，以此类推，多问几个感觉，然后系统会对每个感觉进行模拟。假设模拟发现，如果用 A 走法，未来40盘棋里能赢35盘；如果用 B 走法，未来40盘棋能赢39盘。那么我们可以判定 B 方法更好，尽管它不是第一个感觉。使用直觉去节省算力，但不是只用直觉，你需要多考察几个直觉。这正是老鼠在岔路口的犹豫。纯粹的强化学习是只用直觉，有犹豫的就是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。现在几乎所有自动驾驶 AI 都是纯粹的强化学习，根据直觉直接行动，没有犹豫，但是应该有犹豫才好。我们在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？每天上班的路线早就走熟了，想都不用想就能走到，就如同爬行脑。只有做重大决策的时候，面临两难选择，拿不定主意，你才会把每个选项都仔细想一遍。这个能力听起来是如此简单，却是如此的不平凡。那可不是一般的想一想，那是在新皮层生成的模型中进行模拟推演。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讲完，下一讲还有更惊人的东西。